返校说的是返校，不是懒觉冷知识。冷知识一：每当你死亡后，都会遇到一位婆婆，她是中国民间信仰里孟婆的意象。孟婆常常会在地狱的奈何桥旁，她的职责是为了确保每一个前往投胎的鬼魂不会记得自己前世的一切。孟婆常常会在河畔边采集药草，熬制成一种汇集8味的迷汤，俗称孟婆汤。要离开地府，就必须要喝下一碗。冷知识2：游戏中这个地方地上摆着许多的罐子，里面装着许多布偶的残肢。这是在影射台湾一桩真实的案件。2009年安康接待室一案，白色恐怖时期用来审问囚禁政治犯的地方就在这里，里面存放有许多重要的资料。事隔多年，这里变得无人看管，杂草丛生，犹如废墟一般。里面除了许多重要的资料以外，甚至还有血液样本，还有多达50多罐存放着人体各器官的罐子，光是用听的就不禁令人头皮发麻。还有近50个装着人体器官甚至是婴儿尸体的罐子，就还陈列在屋子里头，也没人看管。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太夸张了。私闯禁区严办，不过在这之前，里面就像废墟，存放的白色恐怖档案没人管，立委看不过去，带队进去查清楚。连上这个手绑起来嘛，然后呢，换水进去呢，你怎么呼吸？呼吸就是水。如果灌辣椒水，呼吸进去辣椒水，那你受不了。冷知识3：游戏中电话上写着中央电信部，这是当时台湾唯一一个电信通讯单位，同时也是政府营运的单位。1980年后，电信业逐渐开放给民营业者经营。哎呀，手飞出去了，算了，就这样了，就变成现在大家熟悉的中华电信、中华电信、中华电信、中华电信。哦，你抄袭？没有了，我只是一只米老鼠。好了，够了。冷知识4：游戏最一开始的地方通风口处有一只死老鼠，当然，这一只老鼠的出现也有它的含义。在英文里面，老鼠的英文是 rat。rat 除了指老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告密者。冷知识5：时间戛然停止，世界分崩离析。在这个地方，不应写作戛然停止，而该写成戛然停止。戛然有突然停止的意思，但是戛通常只用来当作状声词。相信今年参加学测的各位同学们，你们国文的第1题应该没有答错吧？哈哈，惨了，我要被打了。冷知识6：在坏结局中，上吊是隐喻方瑞欣没有办法诚实的面对自我。如果你仔细看，将绳子拿给他的人就是他自己，而这条绳子也被叫做罪业，代表方瑞欣必须领受罪业，继续轮回。冷知识7：翠华中学英文是 Green Hill High School，Green Hill 翻成中文就是翠冈，而翠冈正是基隆高中的别称。在1949年到1950年期间，基隆中学曾经发生轰动全省的基隆市工作委员案，也是白色恐怖时期早期的案件之一。而返校正是参考本案作为游戏背景，白色恐怖时期的开端也可以说成是在这里开始的。在那一个政治压迫的年代，你的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行动，都可能会让你失去生命。或许我们无法体会当时的恐惧，也不知道许多事情的背后还藏有多少的秘密没有被揭露。30年了，现在我们能够生活在如此民主的社会，能够公开发表自己的言论、看法，
甚至为了争取自身的权益走上街头，都是前人所努力争取而来的。游戏恐怖吗？当你随着剧情一步一步抽丝剥茧，了解背后的背景、故事、含义，再来想这个问题吧：恐怖的究竟是游戏，还是人心？你觉得呢？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下订阅，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